今天咱们聊个好玩的啊，韩国军营里的变美大计。我先给这个事儿定个调，在韩国当兵那不叫服役，那叫进修，叫颜值深造班。那以前咱们提起军营啊，脑子里应该都是那种全是汗臭味啊、泥巴地，还有那帮老爷们嗷嗷叫的杀气啊。可是现在这个韩国军营呢，推开宿舍门一看，好家伙，一股子淡淡的 SK2 的神仙水味啊！满屋的士兵并排躺着贴面膜呢。这可不是我瞎掰啊，这可是韩国主流媒体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挨个跳出来报道的新闻。说现在的韩国士兵休假回来，不仅是带回来特产，还带回了新脸啊，割双眼皮的，垫高鼻子的，矫正牙齿的，植发的，甚至还要做那个激光祛痘的。这就好比说啊，以前当兵回来了是瘦了、黑了、壮了，现在南韩当兵的回来，亲妈开门一看，哎呀，这帅哥是谁呀？我那他比良的儿子呢？咱们先看几个真实又好笑的案例啊。在韩国首都圈的前线，那可是跟朝鲜隔着铁丝网对峙的地方啊，气氛照理说应该挺紧张的是吧？结果有一个金中尉是个带兵的小排长，今年年初啊，他正准备带队搞什么野外寒地大练兵，就在训练前一天，金中尉在那点名呢，突然发现下属的一个下士回来了，这哥们往队列里一站，金中尉差点没吓傻。为啥呢？这个下士的鼻梁上贴着厚厚的胶布啊，两个眼圈乌青乌青的啊，整个人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呀。金中尉颤抖地问：“你这是被北边的特种兵偷袭了，还是跟隔壁连打架了？”结果下士弱弱的回了一句：“报告长官，没打架，我就是趁着休假去把鼻子给整了。”最后，这名尊贵的整容下士被从训练名单里划掉了。他在屋里面美美的享受着伤员待遇，喝着热粥，抹着修复膏。还有一个更扎心的，江原到了一个连长朴大卫，今年3月份接到一个电话，大伙猜猜是谁打的？是士兵的亲妈。这位老母亲在电话里那叫个柔情似水。朴长官呀，我儿子最近这个眼睛刚做完手术，还没有完全消肿。听说你们明天要去挖战壕，那土多大呀？万一进了眼睛感染怎么办？你看能不能让我儿子留在寝室里做点轻快活啊？那比如是拖拖地、看看电视啥的。朴大卫挂了电话，看着窗外那帮汗流浃背修工事的士兵，再想想寝室里那个金贵儿子，气得烟都点不着了。这个事要是搁在以前，或者搁在咱们这儿，估计连长直接一句滚去干活就完事了。但是在南韩，这连长他也很难办呀。现在这个孩子都是心头肉啊，而且南韩军队现在管理主打一个大爱无疆。你要是真把他训练出个好歹，或者这个手术部位真感染了，这帮整容诊所的律师能把你告到怀疑人生。所以你看啊，现在南韩军营整容回来的兵不仅能免掉高强度的训练，还能享受全方位的呵护。这种风气一开，这哪是去保家卫国呀？这分明是拿着国家的津贴，找了个免费的带薪康复中心啊！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好奇啊，当兵的哪来那么多钱去整容啊？我听说整容挺贵的。嘿，这就不得不提南韩政府这几年的大撒币政策了。那为了安抚这帮不得不去当兵的小年轻，南韩政府这些年拼命的给士兵涨工资。现在一个普通士兵月薪按军衔分，从75万韩元到150万韩元不等。如果算上那种政府配套的储蓄计划，等一个上兵退伍的时候，手里面存个20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0来万呢，都不是个梦啊。再加上这帮孩子大都是来自中产家庭，家里面根本不缺他们那点军饷，在部队里吃国家的，住国家的，衣服呢也是国家发的，除了偶尔在这个小卖部里买点零食，这笔钱基本上就是纯存着的呀。存上个几个月，一台双眼皮的手术费不就有了吗？再存1年，一个高挺的欧巴鼻梁也到手了。这还没完，南韩的那些整形机构简直比狐狸还精，他们早就盯上了军营这块大肥肉。你们可以去翻翻南韩那些军事杂志士兵手册，甚至是部队周边的路牌那个广告语写的，我都想给他们点赞啊！假期完成大变身，退伍即是高富帅，用颜值的战斗力征服你的退伍生活。甚至有的诊所专门搞了个军人尊享季，你只要拿这个士兵证去咨询，
二话不说，先给你打个4折。哎，不仅打折，有的这个诊所还教你薅国家羊毛。他们会告诉士兵，小兄弟，你这个鼻子啊，如果单纯为了漂亮，那得自费。但是如果你能让咱们的医生给你开一个鼻中隔偏曲或者是呼吸不畅的诊断证明，这个手术啊就变成了医疗行为了。哎，咱们国家的医保能给你报销一大半呢。那士兵一听，这不就等于国家出钱请我整容吗？干了！于是乎，南韩军营里出现一种奇观啊，大批士兵在这个休假前夕，集体去这个医务室报备，说自己是呼吸不顺畅，眼睛睁不开。哎，这种明晃晃的作假啊，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谁也不捅破。那如果说手术是硬装修，那军营里的软装更让咱们大开眼界啊。朝鲜日报曾经采访过一位送2个儿子去当兵的家庭主妇，这位大妈原本以为儿子去部队会变成黑铁塔，结果儿子放假回来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军装，还有整整1箱子的化妆品啊。大妈说，她儿子告诉她现在这个寝室里的晚上是这样子的，熄灯前的1个小时是护肤黄金周，士兵们不再是以前那种聚在一起打扑克吹牛，而是并排的躺在床上，像一排待宰的白条鸡一样脸上全贴着白花花的面膜，那一边贴面膜，一边还得看电视里的爱豆表演大家是互相交流心得你这个牌子的洗面奶控油效果咋样我这个防晒霜是50倍的，下次拉脸你也得抹点千万别晒出雀斑来。听说隔壁牌的买了款能植发的洗发水，咱们回头拼个团。大妈说这个话的时候用的原词是既可爱又让人心疼。更离谱的是现在的南韩兵他为了保持身材，那也是拼了老命了呀。以前部队里比的是谁的饭量大，现在比的是谁吃的少。听说有的士兵为了减肥午饭晚饭全免了，就靠着家里面寄过来的蛋白粉和代餐奶粉度日。这要是在以前的南韩军队，这种行为叫消极怠工，损毁军纪，轻则骂你一顿，重则关禁闭。可是现在呢，这管理层一看兵源短缺好不容易招来这几个宝贝疙瘩，他们爱美就随他去吧，下班后还能玩手机。有的部队甚至24小时都能上网。于是南韩军营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美妆博主孵化基地。大伙在这个网上查攻略看整形直播下单护肤品，日子过得比在大学宿舍还精致那聊到这儿咱们得往深了挖挖，这南韩人到底是咋想的呀？为啥当个兵要这么卷颜值？这就要提到南韩社会的一个词儿，叫6边形人才。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南韩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是非常变态的，你得具备6项条件：外貌、学历、资产、职业、家世，还有性格。这6角少一个，你就是个残缺的人。那在相亲市场和求职市场上就得吃瘪。在这种变态的竞争逻辑下，南韩全社会都在卷颜值。这男的吧，他整得跟女的一样精致，女的呢，整得跟流水线上的娃娃一样而南韩又是全民兵役制除了极个别身体有问题的，只要是男的就得去部队待2年。对于南韩的小年轻来说这2年其实挺尴尬的，学业断了，社交断了，职业生涯也按了暂停键。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想，反正这2年我也没法去撩妹，也没有办法去面试，干脆趁着这个社交隔离期，把该动的手术都动了，该植的发都植了，等我退伍那天刚好消肿了，伤口也长好了，我不就能以一个全新的形象闪亮登场了吗？在他们眼里这军队呢，它不是磨练意志的地方，反而是最好的术后疗养院。反正这个部队管饭管住，还不用见前女友，简直是完美的整容恢复器那说到这儿肯定有这个军事迷要跳出来了，这南韩军队这么高，还有战斗力吗？万一北边那哥们儿哪天脾气上来了，开着拖拉机冲过来，南韩这帮面膜兵能顶得住吗？兄弟，你这个问题问得太专业了，我也想知道答案。但实话说，现在的南韩军队战斗力这玩意儿吧，可能早就被他们自己给格式化了。咱们看几组硬数据第一，兵源萎缩。南韩现在的出生率是全球垫底儿，连0.7都快保不住了。现在总兵力虽然还有50万，但是基本上都是靠抓壮丁凑数的。以前这个身体稍微差一点，近视重点或者有点小毛病的都能免服兵役，现在呢标准是一降再降基本上只要能喘气儿的，能分清红绿灯的，全给我进去拿枪。
第二，服役期缩水，冷战时期南韩兵呢要当36个月，现在陆军只要18个月了，1年半的时间除去节假日休假，再加上他们现在下班后玩手机的时间，满打满算真正训练的时间有多少啊？再除去他们去整容、消肿、恢复的时间，大伙儿算算这个兵能练出个啥样来啊？再加上南韩军队那种论资排辈和冠良号的毛病，战备水平一直就在及格线边缘徘徊啊。那现在这帮兵在部队里整容，其实呢也是一种无奈。反正大伙儿都知道，真打起来大概率呢还能靠驻韩美军顶在前面，南韩士兵的任务可能更多的是在后方维持下秩序，或者在镜头前当个门面。既然当门面，那把门面修整的漂亮点，好像也没啥毛病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南韩这叫超级战术。万一哪天真打起来了，南韩士兵往前线一站，北边兄弟一看，哟呵，对面这帮小白脸长得怎么比咱们文工团的女演员还俊呢？这一愣神的功夫，南韩士兵说不定能靠这副盛世美颜给对方来个美男计或者色诱术啥的，没准真能提高战斗力呢。当然了这都是损招。其实说白了，这种现象反映的就是南韩军队的一种精神瘫痪。所谓的军事强国，不仅仅是你有多少导弹、多少航母，更重要的是你这支军队的灵魂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是保家卫国的杀气，还是追求精致的香气？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士兵在国家最前线考虑的是双眼皮的缝线顺不顺，是鼻梁里的硅胶歪没歪，那么这支队伍无论这个装备多精良，无论给美军交过多少保护费，本质上也不过是一群穿着迷彩服的练习生罢了。最后我得说谢谢南韩，谢谢这帮精致的小欧巴，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们提供了一份最魔幻也最解气的反面教材。